虽然新国标电动车坐垫硌屁股，而且骑不远还跑不快，但它起码卖得贵，也不知道哪块砖给它砸出来的专家努力研究了几年，终于改掉了电动车便宜又方便的优点。按照相关规定，从12月1日起，全国不得再销售旧国标的电动自行车，统一换上新国标。而新国标电动车具备以下多种优点：第一，就是价格贵。以前的电动车1-2千能买到，新国标电动车4000起步，一个铁皮塑料，2个轮子，一块电池就能轻松卖到4000多块。第二个优点就是锻炼屁股，新国标电动车还取消了海绵坐垫，换成了硬邦邦的铁皮和硬泡沫坐垫，冬天冻屁股，夏天烧臀部，而且还无法固定，轻轻一拔，谁都能带走，不仅方便小偷，也方便你回家当板凳坐。以后不仅要担心头盔被偷，还要担心坐垫被顺走。最后就是新国标有零储物的功能，车筐是没有的，后备箱根本没有地方安装，还不能载人。以后家长接送孩子，请自行解决孩子问题，出门也要把雨衣和充电器挂在身上。这新型国家电动车，它同时解决了电动车车座太舒适问题，并且也解决了没有自行车骑的慢的难题，全部限速25公里每小时。再这么下去，我真得去买个电动轮椅了。你别说，真有人这么干了。年轻人的通勤界也杀出个黑马，无法被选中，不会被查头盔，也不会查超不超标。你国标电动车新规和我电动轮椅有什么关系？跑起来比不少电动车还带劲。前几天有个大爷跟我说，这玩意儿速度能开到80，连交警见了都直摇头。进地铁车站还能走无障碍专属通道，遇着台阶直接折叠拎走，实用性直接拉满。本为老年人设计的代步工具，如今成为年轻人的通勤神器。厂家怕是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夜赶制出双人坐款，这操作也太秀了。笑！杭州一位女子在健身房训练后，身体接连出问题，膝关节、髋关节、踝关节受损，连腰椎都近乎报废。她愤而在小红书发文曝光，健身房生意应声惨淡。教练刷到视频，赶紧出来辟谣，说该女士先后4次在健身房训练，每次训练后的反馈都很好，反倒是女子自己，每次练完都因虚荣心加练过量有氧运动。第一次练完跑了10公里，第二次负重时期竟爬了1小时楼梯，接着又跑了29公里越野，第三次练后是24公里越野，第四次明知身体不适，仍固执地跑了10公里，身体累垮了，他却把所有责任推给健身房，在全额要回教练费后，又索赔12万医药费。被健身房拒绝后，不仅在各大平台发避雷帖，还找来记者，摆出不给钱就搞黄你们的架势。网络从不是谁先发声谁就占理的地方，追求健康没错，但科学与安全才是前提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江苏一快递小哥送快递时，直接把快递放人家门把手上面了。当小哥午休完准备上班时，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门，这个搬不上也罢了。南京一小饭馆，大爷独自坐在这里吃饭喝酒，老板娘看大爷菜不多，就给大爷加了点菜。过了一会儿，老板又给大爷加菜，这暖心的一幕真的好有爱，为好心的老板夫妇点赞。一对小情侣到四川旅游，想着品尝下当地美食，结果发现老板把邻桌客人吃剩的汤底直接倒回共用汤锅，于是小姐姐拍视频取证，老板见状过来辱骂女孩，并扬言在这片区没人敢找事儿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做了20-30年都是这样，你们肯定是外地没有习惯。我们不想得病，我们不想吃粮食剩下的。我这有电话，你明天你2颗子死了，我赔你的命。都是这样，美国船长都是这样。真是一颗老鼠屎，坏了整锅粥。甘肃由于路面结冰，一大哥开车猛轰油门也走不动，车就这样原地左右打滑。大哥一边加油一边笑，大哥真是太乐观了。这要是位女司机，估计就要给老公打电话了。老公啊，咱们家车坏了，光转圈不走路。山东一位小仙女说，只吃一口馒头，自己减肥，结果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结果小仙女是个讲究人，吃饭之前还知道喝口汤，一个字，绝。广东一位小土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进电梯回家，小土豆被自己美得手舞足蹈，时不时对着镜子臭美，结果没过1分钟，小土豆又抱着猫猫进电梯时，手机不小心掉了下去，不偏不倚，真正好好掉进了缝里。此时小土豆没有了刚才的欢乐，先是扣手指缓解尴尬，随后开始语无伦次，最后小姐姐连猫猫都不想抱了。河南一小车过路口未观察车辆转弯，导致对向奔驰大哥紧急躲闪变道。这一幕有点像80年代的浩南哥，果然贵有贵的道理，要是普通车估计早翻了。看把店铺门口的聊天的大哥吓得撒腿就跑，假如黑车躲避时撞到树上或别的车辆上，而白车趁机走了，这算不肇肇事逃逸？黑龙江一小姐姐对着镜子拍视频，
然后对着闺蜜说，看着有只狗，这把网友们给乐坏了。看这有个狗，这不我吗？啊，好拍着你了啊！哦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拍着你了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某位大哥拍到小仙女下飞机前删聊天记录，小仙女怎么做到的？让那么多男人甘愿为其转账？有老表称，他为了我把其他男生的聊天记录都删了，只留下我的聊天，证明他最爱的还是我。湖北襄阳坐公交，有一种皇帝的感觉，2块钱的公交车做出了200的感觉，当司机一个急刹，陛下可能当场就驾崩了。河北一大哥带3只狗子遛弯，结果每只狗子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三角形具有尖锐性，3条狗具有犟种性，三角形果然具有稳定性。3狗鼎立，江山归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江苏一快递驿站，狗狗自己蹲在架子上，很难想象狗狗可能经历了晕3天、饿3天。当主人来取快递时，驿站老板表示出去玩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河南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嫁给了双胞胎兄弟，这我没听错吧？据说双胞胎嫁双胞胎生的孩子，亲子鉴定都不准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好像生物学上他们的孩子是亲的兄弟姐妹，这以后孩子又是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，这和亲兄弟姐妹没啥区别了吧？我靠，我这小脑子有点乱，我得重新捋捋。有一点很棒，就是以后4个人吃自助餐，只付2个人钱就行，中间替换着吃，这简直不要太爽。这是双胞胎新娘在自己婚礼上跳的舞蹈，真是多才多艺的一对姐妹花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广东一小姐姐上班骑9号电瓶车途中遇到交警在查，于是小姐姐灵机一动叫一辆货拉拉，不仅便宜，司机大哥还包给装车，小姐姐还能坐副驾驶。在广东9号是必查的，没有一个幸免，上牌了也得查。哎，大哥把你放车上，你把大哥放网上。山东一小伙打电话挑衅各地刀枪炮，刚开始一切顺利，结果当遇到真正大哥时，电话是早上打的，脸是下午删的，小伙伴的脸都被删肿了。随后小伙把所有视频删掉并公开道歉，而且工作也因此行为被公司开除。山东一位摊主本想拿肉逗下大黄，结果大肘子炖得太烂糊，一下子脱骨肉飞了过去，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更搞笑的是，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小哥路过这里，看到这番场景，一会儿小哥又走了回来。可能小哥心想，能给狗子吃肉，至少我也能喝点汤吧。最近有一个极具争议话题，假如男朋友抢到票，你没抢到，你会在场外等你男朋友3小时吗？南宁这场邓紫棋演唱会，起因是女生发文说男友抢到票自己没抢到，但是男友还是陪她来了。女生进场看演出，男生在外面等了3小时，字里行间满是幸福藏在陪伴里的感慨，不少网友看了都羡慕。可这份幸福很快被一条评论戳破，如果反过来，你会在场外等他3小时吗？女生的回答是不会。更让人议论的是，翻看她的账号90多条视频里，有给狗狗过生日的温馨日常，却从没露过男友正脸。有网友直言，我家狗都不会被拴在陌生地方等3小时，何况是人，爱是相互的，这话喊得响亮。可若只剩一方单方面付出，另一方坦然享受这份陪伴里的天平早就歪了。评论区也有不少刘亦菲表示，男朋友不在里面，我进去干啥？邓紫棋又不是只开这一场，不如把票高价卖了，2人去吃顿好的多踏实。有中资公司员工在非洲见到这样一幕，不少远嫁过去的东方女大学生，如今竟沦落到街头讨生活。他们来之前多半怀揣着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以为嫁的是非洲酋长，家境优渥能过上好日子，可到了才发现全是骗局。所谓的家族显赫根本不存在。更糟的是，很多丈夫在当地早有妻室，自己不过是被隐瞒的那一个。这些非洲男人大多不愿工作，养家的重担全压在妻子身上，更有甚者会骑着摩托车把他们带到中资员工住处附近游荡，稍有不顺心便是拳打脚踢，签证和护照就被没收或毁掉。他们被困在陌生的土地上，只能听天由命。俗话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只能说东北大鹅怎么叫啊？男子敢剪辑美身上的吊牌，人怎么能有肿到这个地步？最近白嫖党喊着拒绝吊牌羞耻，鼓吹穿戴吊牌的衣服上街，转头就能退货。另一边，吊牌侠已经抄起剪刀咔咔一顿剪，开启了新版本的4名牌模式。起因是不少集美到滑雪场滑雪，因为滑雪服比较厚重，于是网购滑雪服邮寄到酒店，人到了直接穿，玩几天在原地退回，不仅不花钱，还不负重扛行李。正义的吊牌侠看不下去，剪完吊牌直接开跑，关键是集美还追不上。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替天行道这个成语的含义。网友表示，以后出门带把剪刀，开一个直播新赛道，发现吊牌没有剪的，偷偷给他剪了，服装行业大佬不得礼物送的飞起。不知道大家对男生的做法怎么看呢？绕路100公里专程来看世界第一高桥，
结果在云渡服务区停车半小时，却被驱赶5次，刚把车停稳，保安就操着方言进行了第1次驱赶。第2次好不容易找到标有摩托车位的停车区，区域宽度却连3辆摩托都塞不进。第3次看见有开阔空地，刚熄火就被呵斥。第4次好不容易见到空位停下，又被呵斥是大巴专用位，可放眼望却连大巴的影子都没见着，最后被逼到警务站门口，想跟民警的摩托挤挤，照样被劝离折返，问保安到底哪能停，对方竟甩来一句挪别人的摩托腾位置，忍无可忍，把车停在卫生间路边，声明全程录音录像，影响交通愿担责。结果又遭遇第5次驱赶，一个号称有1000余车位的服务区容不下3辆摩托，保安只会赶不会赢，这管理水平真是配不上大桥的风光，更寒了专程来打卡的人心。河南某高校男生宿舍外卖老是被偷，2个被偷到忍无可忍的男生决定给小偷上一课，他们把外卖拎进五谷轮回之地，戴着手套从便池捞了金色传说，又点了份臭豆腐盖在上面，美其名曰掩盖风味。2人看着外卖里黑绿相间的臭豆腐和秘制酱料，满意的笑了。他们把这份加料外卖放在经常失窃的角落，蹲在楼道拐角等着看好戏。1小时后，外卖果然消失了。当天下午，宿舍楼炸开了锅炉，某宿舍的男生正对着一份外卖大快朵颐，边吃边咂嘴。这臭豆腐味够劲啊，就是酱有点冲。旁边舍友突然盯着他的嘴，你这酱怎么看着像那啥？男生抹了把嘴，满不在乎地嚼着米饭，直到瞥见舍友手机里刷到的制作视频，扔下筷子就往厕所冲，速度堪比博尔特。还有更离谱的网友说，加上少量的安眠药和巨量的泻药，在宿舍一边睡觉一边拉，那场面肯定壮观。你们脑补一下。